我重生后竟发现自己成了被人泡进药酒里的毒蛇，酒罐里除我之外还有其他几位炮友，分别是蟾蜍、壁虎、蝎子和蜈蚣，而这明显是想将我们几个酿成5毒酒。思索之际，忽然一阵饥饿感传来，既然暂时出不去，还不如先吃点东西。于是我强忍着恶心一口将蟾蜍兄吞进腹中，接着又将剩下几位炮友一扫而空，体内的虚弱感瞬间消散。这时房门突然被推开，一中年男人走了进来，我迅速闭上眼睛，假装成一条死蛇。这药酒里怎么只有一条蛇啊？其他东西呢？说着，男人便准备打开酒罐检查。我知道自己唯一逃出去的机会来了，于是，在罐口打开的一瞬间，猛地将头伸出，一口毒液喷在男人脸上，疼得他嗷嗷大叫。我抓住机会，迅速跃出酒坛，朝着门口快速游去。门外是一片居民区，数公里外有一片山林，只要钻进那里，我就蛟龙入海，彻底自由了。不过路上需要穿过几条主干道，最好是等天黑再悄悄行动。正当我准备先钻到旁边小树林躲起来时，一只黄狗突然冲出来，对着我狂叫：“你主人都被我放倒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”我一口毒液喷向那大黄狗，眼见屋内的哀嚎声和黄狗叫声越来越大，我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便逃进了不远处的小树林。半晌后，居民们拨打了消防电话，毕竟这么大一条毒蛇跑了，大家都人心惶惶的。10分钟后，6个消防员全副武装，拉着2只猎犬朝我这边走来，看来得先找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。想着我便朝一个洞口钻去，没想到蛇类果然有夜视能力，漆黑的洞在我眼里宛如白昼。钻进去4、5米后，在洞内我看到了一条和我差不多大小的蛇，它蜷缩成一团，似乎还在冬眠状态。这不是现成的替死鬼吗？兄弟，放心去吧，哥会记得你一辈子。接着我一头咬向它的脖颈，注入适当的毒液，将其神经麻痹，再把它的身体拖到洞口，露出一截尾巴后，我便躲到洞内静静的观察。很快，随着一阵狗叫声，那替死的兄弟被猎犬叼了出去。一旁的消防员兴奋地喊着：“抓到了，毒蛇被狗蛋咬死了！”见洞外几人逐渐远去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但还是不敢放松警惕，毕竟这是人类的领地。现在只需要狗到半夜逃进深山老林，就没人能奈何我。等到夜幕降临，正准备出发时，腹中又传来一阵饥饿感。不行，赶路之前必须先填饱肚子。而这时恰巧前面不远处，一只大老鼠勾起了我的食欲。我悄悄靠近，距离它3米处，猛地喷出一口毒液。大耗子挣扎半晌后便不再动弹，虽然看着挺恶心，但饥肠辘辘的肚子告诉我这不是矫情的时候，于是硬着头皮一口将它吞了下去。宿主吞噬老鼠1只，获得能量点4点。原来只有吃活物才能觉醒系统，怪不得之前我在酒坛里吃的那些东西都只能填饱肚子。见夜色正浓，我便朝着深山老林爬去，是否消耗1点能量值检测周围生命体，要是半路被人类撞见，又将陷入危险之中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选择确定。半晌后，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红蓝色的点，每个颜色都代表了一种生物。这时不远处的黄点吸引了我的注意，仔细一看，发现竟然是条银怀蛇，这可是大补之物。我迅速靠近，出其不意一口将其吞下。吞噬银怀蛇1只，获得能量点12点；吞噬癞蛤蟆1只，获得能量点6点；吞噬壁虎1只，获得能量点4点。狂吃了3、4小时后，获得了400点能量值，腹中的饥饿感也一扫而空。接着我将所有能量值全部转化成了40点进化点，直接把5项属性全部加满。随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进化，顿时一阵疼痛感席卷全身，皮肉就像被撕裂了一般。大约4、5分钟后，我的身体终于恢复正常，现在感觉自己比以前更大更粗了一些。我的速度耐力比之前快了1倍不止，全速前进能达到80公里每小时。就在我准备迅速穿过前方的马路时，一辆跑车突然疾驰而来，也顾不得惊慌，我一个凌空冲刺，将速度提升到极限，化作一条飞蛇。卧槽，前面那是个啥东西？好像是条蛇呀！车上的女子见状被吓出一身冷汗，打开行车记录仪一看，她瞬间傻了眼，立马拨通了新闻热线。第2天新闻里就播放了田老汉被一条泡在酒缸里3年的毒蛇所伤，其毒液内含的毒素是同类蛇毒的5倍。网友们推测应该是发生了变异，又有民众在行车过程中发现一条疑似变异的毒蛇。由于最近各地都出现了变异动物，一时间网上舆论纷纷。此时我已经钻进了深山中，在没有绝对的实力前，还是苟起来比较好。赶路半晌后，腹中饥饿感再次传来，我打开雷达系统，只见前方小溪上游的山洞里藏着一个蛇群，它们正好处在冬眠状态。我悄悄靠近，一口一个，狂吃3小时后，进化点已高达90点。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后，身体再次强化，宿主成功晋级4级野兽，剩余寿元5年，进阶到异兽可增加10年寿元。看来我必须在这5年中尽快突破大境界才行。次日，就在我悠闲地晒着太阳睡觉时，一阵杀意突然袭来，一只饥饿的老鹰盘旋在空中，正盯着我。我立刻开启雷达系统，继续佯装睡觉。想杀老子，让你看看谁才是猎物！那老鹰飞速俯冲而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出利爪。就当他即将抓住我的瞬间，我舌头一转，一口毒液喷出，接着迅速咬向他的脖子。那畜生还想逃，却已经刹不住车了。我立马将其缠住，用力勒紧。待那杂毛断气后，我连毛带骨的将其吞了下去。这囫囵吞枣的滋味可真不习惯。与此同时，1公里外，2只猎犬正在搜寻着我的踪迹。5个汉子拿着猎枪刚插跟在后面。原来是新闻曝光后，政府悬赏了50万抓我。这时2只猎犬已然来到了距我不远处，眼看他们人多势众，还有武器，我也不敢贸然出手，必须逐个击破才有胜算。前方一高个子离队友较远，我直接一个飞窜冲出去，咬伤他的手掌后又钻进树林之中。后面的队友反应过来，朝着我就是砰砰2枪，远距离那子弹打在我鳞甲上，竟毫发无伤。众人见状，留下1人照看伤员，其余3人朝着我逃跑的方向追了上去。2只傻狗跑在最前面，我故意露出破绽，将他们引到了一个偏僻处，一口毒液喷出，瞬间就覆盖了他的狗脸。后面几人听见了狗子的哀嚎，也加快了脚。当他们赶到时，2只猎犬已然没了呼吸。可恶，这钱老子就算不要也要弄死你这畜生！我躲在草丛里看着这一切，等3人继续往前走时，
我盯紧最后一人，迅速冲出一口咬在了那人手腕上，紧接着又钻进了树丛中。队长见状，朝我逃跑的方向连开数枪。此刻他气急败坏，拿着钢叉就准备追进来。为首的壮汉立马将其拉住，不要命了！那畜生显然有灵智，他就是想将咱们逐个击破。话音刚落，就听远处传来几声枪响，不好，是老四他们出事了。5人小组目前重伤3人。队长突然萌生退意，再这样下去，所有人怕是都要交代在这里。而我则是躲在暗处看着这俩受伤的家伙。他们打开背包，拿出消毒水和纱布给伤员包扎。箱子里的一个红色果实突然吸引了我的注意，让我有一种很想吞下的冲动。打开系统分析，发现此果为血梨，吞噬后能获得1万进化点。于是我冒着生命危险再次钻了出去，将它叼在嘴里就往回跑。小队长见状掏枪就朝我乱射。这果实可是他们在极北之地的一个山洞中采摘，原本有2颗，其中1颗被队长的弟弟误食后爆体而亡，另1颗正是我嘴里这颗。他正准备回去后找个生物实验室好好研究，弄明白自己弟弟真正的死因。见果子被我叼走，小队长顿时忍不了了，追着我疯狂射击。我身体瞬间感觉一阵剧痛，几片蛇鳞被打落，我顾不上背上的伤口，我一路疾驰不敢停留，口中却死死地含着血梨。逃进一条湖泊后，突然看见一个漂浮的竹筏，见四下无人，我爬了上去，接着就陷入了昏迷，嘴里的血灵果却被下意识地吞了下去。半晌后，一艘渔船路过，一个10来岁的小女孩站在船上大喊着：“爹爹爷爷，你们看，咱家的竹筏上有一条大蛇。”众人见状一脸惊恐，小女孩却安慰道：“爷爷，他受伤了，我们应该救救他。”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条蛇非同凡响。听到女孩的话，父子2人纷纷看向他。这个小家伙从生下来就与众不同，从小就喜欢和各种动物打交道，哪怕是一般人看了都惧怕的毒蛇、蜘蛛、蜈蚣、蝎子，这些生物似乎只要和他在一起，就会变得非常乖巧。你确定我们要救他？这家伙可不是你之前救济过的那些小蛇，这可是一条大毒蛇，你确定你有把握？大汉紧紧地盯着小女孩，带着几分迟疑。我相信我的直觉。小女孩慎重地点了点头。好吧，我们听你的，就冒险这一次。没等大汉发话，老头率先说道：“我虽因为身上的伤口流血过多陷入了昏迷状态，可也只是处于肉体上的假死，我还保留着一丝清晰的意识。那血灵果被自己吞了下去，化作巨大的能量被系统封存起来，等待我肉体的苏醒。但外界的风吹草动，我还是能够感知得到。可此时我却根本动弹不得，几乎可以说是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。却没想到那小女孩居然说要救自己，这使得我心中不禁发出感叹：自己这一次是遇到好人了，老天爷还是待自己不薄啊！看这伤势显然是猎枪干的，伤痕不算太深，可伤口面积有些大，加上过久的浸泡在湖里感染了伤口，必须抓紧时间救治。当渔船靠拢在竹筏边时，大汉拿出一根棒子，小心地碰了碰我的身体，见我没有反应，这才终于确定了眼前的大蛇是昏死了过去。还好这家伙是一条蛇，换作是别的动物早就失血过多死。不过我们船上没有药，想要救它必须先把它弄回家后才能做处理。而我此时心中充满了感激，无奈此刻做不了任何回应，只好暗自在心里决定这份恩情来日必报。时间一晃7天过去，我的伤势在他们一家子的照顾下已经好得七七八八。刚开始苏醒时，除了小芳不怎么害怕我外，他家其余的人口对于这条大蛇还是带着非常警惕的畏惧心理。可经过这几天的相处，更是发现我特别通人性，没有发出一点攻击性，这家子人也就慢慢的接纳了我这个奇异的存在。经过这几天的了解，他们一家子承包了这个湖泊，独自一户人在这湖泊边建立了个房子，离最近的村落都有好几里地，位置非常的偏僻，这也就防止了自己消息的走漏。要知道那5个猎人里自己只咬伤了3人，还有2个健全者，如果自己没有受伤，肯定会把他们全部干掉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自己大意受伤，留下了2个活口，如果消息传出去，可怕又是一起风波。迟则生变，必须抓紧时间变强才行。1000点多进化点是用来升级还是用来身体改造呢？趴在稻草上，透过窗外的阳光，我陷入了沉思。这7天里，我一直隐忍着没有动用这自己拼着重伤换来的进化点数，一来前几天在恢复着伤势，二来也是怕自己突如其来的进化引起这家人的不安。就在我思索着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时，房门被推开了，小女孩阿芳手里提着一只被拔了毛处理了内脏的鸡，晃悠悠的走了进来。看着眼前美食，我一口接过小女孩手里的鸡，就慢慢的吞噬起来。小芳摸了下我身上的伤疤，经过几天的休养和敷药，伤势已经愈合了。我没有动弹，任由小女孩抚摸着自己的身体。这拔了毛经过处理的食物吃起来就是不一样，我甚至想要不要就在这小女孩家里居住下来算了。不过想到自己只剩下4年多的寿命后，这个想法就迅速被我压制了下去。居安思危，温柔乡是英雄种啊，千万不可沉迷于安乐乡中，毕竟只有进军更高的境界，才能获得更多的寿元。而想要实现自己这个想法，那就必须有强大的实力才能保障它早点到来。不过该怎么离去呢？虽然这家子人没有对自己进行拘禁，可是出于防范，自己所在的这间房子是在他家的院落，和祖屋不是连接在一起的。除了眼前这个门是出口外，像窗户基本都是紧闭的，自己又没有手脚，根本就打不开门窗。为今之计，看样子只能先和小女孩打好交道，才能寻找机会离去。就在我陷入思索时，湖泊里汉子阿贵和老汉又开着小船在投喂鱼饵完毕，准备上岸。爹，你说我们是不是该把那大蛇给放归野外了？长期收留在家里也不是个事情。阿贵脸上露出一些担忧之色，接着说道：小芳虽然能够通兽性，可毕竟那家伙可不是一般的野兽，一旦发起狂来，万一伤了哪个，那可就真的后悔莫及啊。老汉听了儿子阿贵的话，也点了点头，沉声道：理是这么个理，毕竟是野兽，不是家养的家禽，主要是怕小芳那丫头伤心。你等会回去做她的工作吧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这2天寻找个机会把她放归山林里去。就在父子2人收拾工具准备回家时，他们身后的山林中10个人正牵着5只猎犬漫山遍野的搜寻着，为首的人正是刀疤脸老刘，他们每个人都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全副武装，不仅猎枪人手一把，
还有麻醉枪。刘哥，你说那畜生真有这么厉害？队伍中一个汉子不由得问道。你小子要不信邪，可以去看看老吴他们的下场。现在的他们都还在医院里躺着抢救，生死不知呢。那汉子见到老刘，似乎立马要发火了，赶紧说道：最近易受伤人的事情报道越来越多了，全国各地都不下白起了，哪怕是官方再想隐瞒都已经不可能，只好公开承认了这一事实。我这不是想有个心理准备吗？万一那家伙真的是异兽，我们的策略也就得加以调整，不是吗？是啊，老刘，捕捉一条普通的毒蛇和捕捉一条异兽毒蛇可是两个概念。小张说的没错，虽然雇主给的也不少，可因此丢了性命却得不偿失。另一个大汉也在一边帮腔道：都1个星期了，那畜生还会在这一片吗？就算是我们这些人能够对付他，那也要找到才行啊。你放心吧，那天老吴一枪打在了那畜生身上，使得他受了重伤，跑不了多远，一定在这湖泊附近进行养伤。雇主说了，抓活的100万大下币，死的30万，这次就看哥几个的运气。刀疤脸老刘咬牙切齿地说道：这次的金额我1分也不要，唯一的要求就是大伙必须找到那畜生，然后给他来上几枪以泄我心头之恨。我在吞噬了那只鸡后，一点点地朝着敞开的门缝进行爬去。大黑，你想要出去？就在我准备试试女孩小芳的反应时，一个声音在我脑海里响起。没错，这个声音不是从外界传来的，而是直接和我的精神建立了联系。抬起头错愕地看着面前的小芳，我微微懵了。是我呀，大黑，我是小芳，就在你面前。见到我有些懵圈，小芳露出了笑意。你能和我精神联系？我不由好奇地看着面前的这个小女孩，眼神里充满了疑惑。如果说自己能听懂这里的人说的话，那是因为自己不仅是一个人类的灵魂，而且还有系统这个 bug 存在，自然顺理成章。那么这个叫小芳的小女孩能够和自己精神联系又是咋回事呢？检测到宿主与女孩小芳结成精神神交，属性栏发生变化，增加念力属性，念力属性足够高，达到80点初始值，领悟出技巧就能进行精神沟通，念力值达到100点，领悟一定技巧就能形成灵魂威压和精神控物，念力越高灵魂威压越强，可操控的物体越大越多越持久。精神神交什么鬼？我听到系统的提示后，不由得对面前的这个小女孩阿芳很是好奇，难道除了所谓的动物异变，眼前这人也发生异变了吗？想提前看大头毒蛇这本书的宝子们，可点击左下角下载书旗小说，然后搜索大头毒蛇，出来的第一个就是